东帝汶，有人说它是亚洲最年轻的国家，也有人说它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。这里是世界上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，却有着极致的风景。人均收入是$100到$200之间，却有着非常高昂的物价。我原本以为在东帝汶的旅行会充满了艰难，却没有想到这个地方却带给我惊喜与感动。Hello， 朋友们好，我现在是在世界最不发达国家之一的东帝汶。如你们所看，这个就是东帝汶的最繁华的一个街道了。我前天到昨天是经过了36小时的折腾，来到了这个地方。那来到这个地方之后，我有4点感想哦。就是第一个是你们看到了，现在这个地方呢是非常的不发达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他们这儿的物价特别高，海关说$2000，不过在这里生活5天。第3点是这里中国人特别多。第4点呢，就是我感觉这里啊，甚至比印尼还要干净一些。好了，今天我们继续探索这个国家。首先啊，在这里啊，打车是特别的贵，$5是起步价。然后呢，我们坐当地的小巴吧。这个就是当地的一个小巴。哦，跟当地人挤在一个小巴上面，嗨。这个小巴车要用网页地图来看它的线路，然后再切换到 Google 地图来看你现在到了哪里。他们这里是没有站点的，到的时候呢，用硬币敲击一下这里。现在我们的位置快到了，我们敲一敲。马上就停下来，给他$1。$1怎么还会有硬币？在这个国家啊，通用货币是美元，$5以下呢是不用纸币的。这个是他们国家自己发行的一个跟美元同等价值的一个硬币。这个是代表分，这个就是$5，这个是$10，然后这个是$25。如果坐1次公交车呢，就是$25，折合人民币的话就不到2块钱。这的当地人啊，嗨，他们这个当地人啊，我感觉就是有点羞涩，就特别热情。这怎么解释呢？就是如果你跟他们不对眼啊，他们就不会来打扰你。你要跟他们对上眼啊，并且他们打招呼啊，他们会非常热情的回应你。特别的原始，就是没有太多游客来，然后他们也不太知道外面的世界，然后看到你是一个外国人面孔，然后就对你特别感兴趣，也特别友好。当地的小巴车还是挺多的，他们每隔几分钟就有一辆，数量非常多，所以不用担心这里的一个交通问题。哇，这个教堂好漂亮啊！这个教堂跟他们外面的街景是其实属于完全截然不同的一个，感觉不在一个世界。这教堂的名字叫蒂利圣母无染原罪主教堂，名字有点长。这边说到东帝汶的信仰啊，它跟印尼不同，这边的信仰是信仰天主教的。正是因为他们信仰的不同啊，所以印尼呢就是在之前啊就老是要打他们。这个教堂而且特别的干净。我们来教堂里面来看一看。哇，这教堂还挺大的，这应该算是他们当地最大的一个教堂了吧。哇，太渴了，买一瓶水。OK， $0.25。啊，扣。真的啊，冰。当地人真的非常热情，而且他没有坑外国人。其实我是知道这个是$0.25的，就提前问一下。正午的时候呢，太阳特别大，你们看脚下的影子。现在是下午的2点半多，但是吧，我真的感觉这个国家穷归穷吧，这个道路上面的还是挺干净的。他们这个人群啊，如果你仔细看他们啊，就是有点不那么像东南亚人，而且他们的头发是卷曲的，就有点像非洲人。那其实呢，我查了一下啊，他们这个人种是马来人或者菲律宾人和巴布亚人混血。因为巴布亚岛啊就在他们旁边一点，
然后呢，早期的那个移民呢，又从马来或者菲律宾过来，和当地人啊通婚。后面啊，二战期间啊，你们都知道的，日本人非常的坏，他们一路南下来到了这个岛。据说当时日本人啊，在这边也是干了非常多坏事儿。随后啊，在1975年的时候，东帝汶宣布独立了啊，说我要独立了。但是旁边的印尼看了就说，哎，不能这样，你们不能独立。后面印尼的人就杀了过来。后面又一直打仗，但是呢，就是东帝汶这个小国嘛，就是非常弱小，就是一直都被印尼欺负。印尼在这边呢也干了非常多坏事儿，包括屠杀啊之类的，干了很多坏事儿。到最后啊，联合国看不下去了，说印尼你们不能这样啊。于是呢，由联合国主持发起投票，就问当地人啊，支不支持东帝汶独立？那90%的民众都支持独立。于是呢，这个国家在2002年的时候才正式独立。所以呀，这个国家的人就非常恨2个地方的人，一个是印尼人，一个是日本人。很多说法啊，说是日本人，他们不允许日本人来到这个他们的土地，但其实并不是这样，因为在东帝汶啊，甚至还有日本领事馆。印尼啊，虽然是他们的邻居，但是也是他们的仇人。国家还特别年轻，百废待兴。那还有点非常有意思的，在这个国家居然有这么多中国人，这是咋回事呢？就是根据我昨天晚上问这个酒店的老板，他说，就是当时啊有一个带头大哥，他们本来呢是想要偷入去澳大利亚的，后来准备到去澳大利亚之前呢，他们在这个岛上发现了这里。2002年成立，他们一琢磨啊，就是如果去澳洲被人驱赶，那不如在这个地方当个土皇帝。于是啊，带头大哥就决定在这里发展了。发展了呢，他又带了他们村子里面或者是周边的朋友全给带过来发展了。于是在这边就形成了很多中国人在这里做生意的一个现象。东帝汶宣布独立的时候呢，咱们国家啊是第一个支持他们的。这是当地人河边的一个小店。这个城市啊，基本没有高楼，目之所及，基本是没有高楼的。所以你们现在看到东帝汶的一些基建啊，有很多是中国人帮忙修建的。盗版雪王，我们看一下盗版雪王的价格。我们来喝一杯珍珠奶茶吧，这里比较便宜，1.5美元。如果在我昨天晚上吃饭的餐厅的话是2.5美元，如果是在那个特别好的那个商场是3.5美元。我想说跟正版雪王一模一样。还买冰淇淋，他们当地人很多也都会来吃盗版雪王。但他们有些头发就是卷曲的。这个是他们路边很普通的一家衣服店，我们看一下衣服的价格。这条裤子有点像牛仔裤，是10刀。这是他们当地的一个非常普通的小店哈，可能是当地人购买的会比较多。这个小 T 恤呢是3.5刀，这个是7刀一件。这边的消费存在的比较割裂的一个现象，也就是当地人的消费和这里的外来人的消费。如果你们感觉到东帝汶的价格特别高啊，就是有些东西是专门为外国人准备的，当地人的实际上消费不高，但是当地人消费的地方呢，咱们下个视频带大家去看一看当地土著人的生活。今天咱们就是简单的以游客视角来消费。我们看看这个可乐多少钱？150。哦，朋友们，可乐是1.5刀，太贵了，咱买不起。他们好像在吃 What's this？ Pecono。Goods。这个是木薯，然后这个是咸鱼。How much? No. Just for it. Come on. Free？ Yeah. 他们人也太好了吧！来，我们来尝尝这个。
这个是木薯，吃饭而且呢还有这个藕玉 ，good very good。 Very good, yeah, yeah, yeah. You want a coffee? OK enough. Okay. Thank you. Oh, obrigado. Sugar? No No sugar. sugar, no sugar. Oh, Obrigado. good. 谢谢。谢谢。 Yeah. 这小鱼还真不错，真好吃。这小鱼虽然有点辣，然后配上他们这个木薯羹，一口下去，很棒。可以肯定的一点啊，东帝汶当地人真的是特别的友好。我刚才也不好意思吃太多，吃了一点，确实还挺好吃的。他们拿木薯块啊当做这个主食，然后配一点小鱼干。记录上显示是这儿 Government Place。 Government Palace, the office of Prime Minister and some minister here. 哦 Yeah, working here. working here， 哦，他们政府人员办公的地方。地利这边呢，经常会有一个鳄鱼的标志，这是他们海边，这里有一个东帝汶0公里的一个标志。哇哦！我觉得他们的资源挺好的。对面那个岛呢，看隐隐约约有一个岛，很多人要去阿陶罗岛上面去潜水，那边是一个非常著名的潜水圣地，还可以追鲸。他们这片海域啊，有特别多鲸鱼。其实鲸鱼在没有人类出没的地方，他们其实是非常愿意靠近岸边、靠近浅滩的。有非常多当地人坐在海边，悠闲地吹着海风。Hello。这里是一个渔民，他在放网，这里停了好多大大小小的船哦。我这边查到资料说，东帝汶它还不是东盟体系内的国家，虽然它身处东南亚，它在2011年的时候就已经提交申请，在2022年的时候已经通过了，但是呢，它自身的条件还没有满足加入东盟的条件。我看到，好多国家的国旗在前面。 Today is 26th of October. October. Yeah, 26th of October that Timor-Leste become a member of ASEAN. Oh, so the launching ceremony held in Malaysia. OK, thank you. 朋友们，我刚才不是还在说东帝汶正在进程当中吗？我后面问了一下。 正是今天，他们加入了东盟，所以他们今天啊，在这边有一个大型的一个庆祝活动。东盟的第11国，真是非常艰难。今天我们也算是见证了东帝汶的历史。恭喜东帝汶加入东盟，成为第11国。 我怎么看他们还有发东西吃呢？服 ？Free? OK, thank you. 我们看一下这里面有糕点，有炸鸡，然后还有一个饮料，就所有的人在现场的人都可以拿到吃的。看来今天真是一个大日子，我没有想到我今天吃的都是免费的，真是神奇的一天。 我觉得来东帝汶这个国家吧，真是有很多神奇的经历。Hello， 还别说，还挺好吃。这个是炸的面团饭。我没有想到一个国家庆祝仪式是这样的，挺有意思，挺好玩。晚上我们来吃一家中餐。 吃完这个中餐，我们估计是要打车回去。铁板牛仔骨12刀，汉堡一个6刀，面条类的基本都在6刀5刀。这种是快餐饭盖饭，就是一份饭加上一个主食一点菜。麻婆豆腐饭是6刀。跟你们说一下，今天也是我的一个大日子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今天晚上来吃一个生日大餐。我刚才点了一个牛排是15刀。
然后加上一杯橙汁3刀，一共是18刀，人民币的128。能看人家在这里吃饭的人，其实中国人还是占大多数的，因为这个是个中餐厅。它这里啊，就是很多来做生意的中国人啊，来了很多年，都已经会说当地语了。然后呢，就是跟当地人，反正也是成为朋友了，所以他们有时候会请当地人呢来这个餐厅里面吃饭。我点的牛排还有橙汁，这2个加起来人民币128。这个国家是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，也是世界公认的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。他们这个牛排都没有问我几成熟，直接上。全熟牛排，来粉丝先吃啊，煎过头了，好老好硬。本来想给自己来一份大餐，结果翻车了。我们来超市里面看看物价。天哪，我惊了，朋友们！蜜瓜1公斤快4刀，火龙果更贵，5块5，5.5刀。这个橘子将近20块一斤。蔬菜倒是还可以，这一袋不到1刀。那这个彩椒7.5刀1公斤，这4根胡萝卜是2刀，一瓶水是0.5刀。这个是印尼产的啤酒，1.75刀。牛奶是0.5刀，还可以，买2罐。鸡蛋是1公斤是3.5刀。他们这个国家啊，大部分东西都是进口的。就是很少自己本国产的东西，所以很多东西都很贵。反正绝大多数呢都是进口隔壁国家印尼。对油还比较便宜，1升的油是1.75刀。超市里面可乐便宜一点点，1.25刀。这个小饮料我在印尼见过，估计是进口印尼的，0.65刀，买1罐试试。见他们进口印尼的东西会便宜一点，然后如果进口其他国家的就会贵一点。我再强调的，他们人均收入是100刀到200刀之间，就是比如说像餐厅的服务员啊，1个月就只有100刀，那就是700人民币，怎么生活啊？这个物价就算1个月1000刀，也很难生活。标题党来了，夜晚徒步在世界最不发达的国家街头，会发生什么？小巴没了，出租车也没了。这个是晚上的9点钟，我现在徒步回去。还拎着买的水和牛奶，是3公里的路程。你们知道东帝汶最可怕的是什么吗？最可怕的是蚊子。我有个朋友前面几天来东帝汶，他得了登革热，然后买机票回去，希望我能安全的到达下一个国家，不用买机票回去。朋友们，今天是在东帝汶的第3天了，我们继续来探索这个国家。依旧是坐这样的一个小巴，非常的 local。下面我们要去拜访一位在东帝汶独立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叫塞巴斯蒂安·葛麦斯。他呢是东帝汶独立运动的支持者。他呢在1991年的时候被印尼人给杀害了。在他死后2周以后，数千名的天主教徒为他举行了盛大的一个葬礼。但是这个时候呢，印尼军方开始了屠杀。他们向手无寸铁的示威者开火，造成了数百名人死亡。这个事件又被称作为圣克鲁斯大屠杀。而在这个事件发生后不久啊，联合国呢就关注到了这个东帝汶这边的情况，所以啊，那个时候啊，对印尼进行了一个制裁措施，同时啊，也开始对东帝汶进行一个投票。最后在1999年的公投当中啊，东帝汶以绝对的优势获得了独立的权利。随后呢，又在2002年的时候正式独立。所以这个人啊，也在东帝汶独立上面产生了至关重要的一个作用。今天带我进来的是前面这位工作人员，我刚才就问他那个墓地在哪里，他就带我过来。如果没有他的话，这还真的很难找，因为这个墓地里面葬的人啊特别多，还有很多他们当地人也会埋葬在这里。就是眼前这位塞巴斯蒂安·葛麦斯，1991年。我们看到了东帝汶成为欧盟11国之后，他们当地人非常欢欣鼓舞的一个场面。然后他们的 T 恤衫上面写着"我们崛起"，感觉他们现在就是我们的过去。所以，而且他们的人又特别好，所以我希望他们能够未来能够更好。
看路边看到椰子，有卖椰子的。Where are you from? China, Yeah? China, China, China. China. 哇，好甜的，甜的。What do you think about the Indonesia? East Timor is a part of the Indonesia. Yes. And, we are just independence. We are we are going to the country. Oh. A long time ago, we and Indonesia is only one. Oh. Your Indonesia and Timor Leste, you like? Both I like. Thank you, thank you, bye bye. 当地人真的是非常的热情，非常的好。只要我一坐下，跟他们眼神交流，就能够聊上天了。这种感觉真好。我在这里啊过马路，从来没有发现就是车子要别我的情况。只要我想过马路，所有的车子都会停下来让我过。这个地方的人真是太好了。前面就是他们的总统府，然后门口有一些人，应该是表演的。你们看前面这个就是正门进来，没有任何的一个保安啊，或者是警卫。东帝汶的总统府里面的草坪有小孩在踢球，你们看他们踢球特别拼，哇哈哈，进球了，进球了！哇，看小朋友踢球把我看欢乐了。他们年龄那么小，可以踢那么好。下午的海边特别蓝，特别好看。哇，他们这里的资源真的是太好了。哦，这个是东帝汶的中国大使馆。哎，好亲切呀！这个就是日本大使馆。网上很多资料说东帝汶拒绝日本人入境，但是他们却有一个日本大使馆啊，所以那个说法是不正确的。今天我们来当地餐厅来吃一下。前面去中国餐厅嘛，大家觉得我吃的很贵，现在来当地餐厅看一下他们当地餐厅的一个物价。哦 ，sodo and rice。哦，$2。OK， 他这里吃的是 sodo 汤，也就是牛肉汤，一份2美元。他们平均工资一个月是150美元来算的话，这一顿饭是2美元，他们一天赚的钱仅能够维持吃饭。当地的一个咖啡馆。看起来还挺高级，一杯拿铁是3.25刀，然后一个美式是2刀。我们到楼上来，2楼的位置可以看海。这么小一杯3.25刀的咖啡，着实有点贵了，而且非常淡。现在我们要去到地利这边最漂亮的一个地方——耶稣山。我打算一样是坐着这个小巴过去。这个小巴有1路、12路是前往耶稣山的。12路来喽！动感的节奏是小巴的标配。他们这儿的当地人就是这样，又友好又腼腆。下车的这个点呢，是在一个海滩旁边，这个海滩太好看了。这就是耶稣山。这个小山坡上面立了一尊耶稣的雕像，据说有27米。现在我们去山上看一下。哇塞，耶稣山后面的景色太好看了，这片海滩特别干净。
爬上来了。其实很短，非常短的一段路程。哇塞，这第一眼让我十分的震撼啊！这颜色太好看了。到跟前看这个耶稣像，真的非常的壮观，高27米。看完日落呢，得赶紧走，因为天马上就要黑下来了，就要黑漆麻乌了。趁着还有一点光，马上走。而且我刚才听说就是现在6点半，7点呢就没有小巴车了。又来到这家中餐馆，今天我点了柳州螺蛳粉，凡是中国美食都是家乡的味道。它这个外面有一个炸弹，内容物还是挺多的，但是这一盘贵也是真的贵，7刀。然后呢，因为要吃这个螺蛳粉，你知道我要打车回去，如果打不到车，我还得步行。昨天晚上步行了3公里回去，当地人1天的工资还吃不了这一份螺蛳粉呢。朋友们，总算回来了。今天我又是走了3公里才到了住的地方，昨天也是走了3公里。它在晚上啊，就是街上是没有那种迷你小巴车的，也完全没有出租车可以打。我一路走回来，走了3公里，不停的看，完全没有出租车。我觉得吧，东帝汶让我找到了一种久违的旅行的感觉。但是来到东帝汶，我突然间发现很不一样。这个地方，首先它的人种不一样。然后他们看到外国人呢是非常热情的打招呼，但是打招呼的时候呢就带着一点点羞涩，所以我觉得他们真的是太可爱了。所以我在东帝汶的旅行啊，我就觉得我每天都好像在开盲盒一样，给我一些意料之外的一些小惊喜、小感动。亚洲最不发达的国家，但是呢，你在这个街上却很少看到乞讨的人，也很少看到小孩追着你要$1。东帝汶的旅程还没有结束，东帝汶的物价这么高，大家是不是很关心？那当地人是怎么生活的？他们1个月的收入才100到200美元之间，1天5美元，到底是怎么生活的？我正在环球旅行第18国东帝汶，欢迎你持续观看我的环球旅行纪录片，咱们下个视频见，拜拜。